欢迎回来到掌中解脱，我是格西麦克。我对我们的课程感到很兴奋，它将会是一个非常深入的课程。我们仍会继续谈论这个主题，每个人都在谈论菩提心，也都听过这个字眼。我想有些人仍然会把它认为是开悟的意识，然后他们认为菩提心代表着一个佛陀的意识，因为波迪是佛陀，Chitta 是意识。那当然，菩提心的意识不止如此。菩提心的意思是要达到开悟的愿望。如果我们上过2-3堂道次第课程，参加过2-3次的僻静会，我想我们也会开始忘记菩提心是什么。你可以说它是开悟的愿望是没问题的，但我更想要的是你对菩提心有真实的感受，而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的圣诞节的愿望是一台脚踏车。我们讨论的不是像这样的愿望，不是如此，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想也许在一开始我们可以做个小的冥想，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你可以在其他的附加课程中进行长时间的冥想，但现在让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冥想，关于菩提心是什么样的感觉的冥想。如此一来，我们在上整个课程的时候，也可以记住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会直接形容菩提心的体验，而你只要跟着我进行，并且一起想象它。我不知道当我在高中打网球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想象自己打出很棒的比赛，做出这些很伟大的事情。而我的瑜伽老师告诉我，如果有个动作做不到，只要做一半的倒立动作就好，接着想象自己在倒立的动作，而这就是能够做到这个动作的原因。所以我们也将在菩提心做一样的事。所以现在请准备好，我们只会进行一个小小的冥想，在你的附加课程里面会再做完整的冥想。眼睛放轻松，嘴角带一点微笑，手放轻松，手指也放轻松。我喜欢把大拇指碰在一起，将手掌心交叠，坐得非常直，肩膀往后。我喜欢将小腹内缩，就会有一些奇妙的感受。如果你吐气2次，你的小腹就会自动收进来，这有利于你的姿势，也有利于你的健康。所以让我们做个长长的吐气，当你的气都吐完了之后，再多吐一些气出来，这样你的小腹会收紧，会支撑到你的背部。好，我们开始10个深呼吸。我们想象我们正在直接体验菩提心，
然后想象你的母亲来到你的脑海，这不是一张图，不是一幅画，更不是照片，是你的妈妈在你的脑海中真实的呈现。你很高兴看到她是健康的样子，如同你认识她现在的样子，又或者是看到她过去年轻、健康、快乐的样子。然后你们只是坐在一起，然后你对着妈妈说：“听着，妈妈，我知道你的人生并不容易，生活总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知道你有烦恼，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担忧，我知道你的生活里有着麻烦，而我们对死亡都有极大的恐惧。但我要你知道，我会照顾好你。这不是一个空头承诺，我有这样的力量，我正在学习照顾你的力量。你真的无需担心。当父母年纪渐长，孩子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已有照顾你的打算。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佛陀。佛陀能去到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世界，知晓所有事情，能够帮助你，真正的帮助你。我正在通往这条道路的捷径上，所以不用担心，我将如你照顾我般的对待你。这是我应当做的，而你不必再担心。我在一条行得通的路上，我可以看见这条路通往哪里，我可以看见最终我会照顾到你的。试着去想象那一天，当你拥有这个力量，能穿梭在任何的世界、任何的星球，有无数的分身穿梭在银河之中。这感觉就像是舞动在各个世界，并且照顾每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想象这样的力量，你的心拥有这样的力量，因为你的意识是空的。你有这样的力量，你只需要唤醒它。创造出一个曼陀罗，完美的世界，完美的宇宙里，没有人受苦，没有人变老，没有人死亡。你有这样的力量，你正在学习如何做到。你是一位佛陀的修行者，但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些课程。对你的妈妈许下这份承诺。好，然后你就可以睁开眼睛，伸展一下。这个道次第的课程到现在我们进行了将近10年，超过10年。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进行着。对我来说，在过去10年里，每几个月就回到道次第是一种极大享受。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桑拿里面游泳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这种温热的游泳池，又或者在圣帕桥的海边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就只是感觉很愉悦的回到名为道次第的海边，然后再次的跳到水里，找回我的动力，重新找回我的勇气，然后我的生活似乎就没有那么困难，而我又可以梦想成佛。这本书是有史以来为佛道而写的最伟大的书。而如果你能够读懂藏文的话，每一个文字都是极度的美丽，让你觉得赤降仁波切是特别、非常特别的存在。他是我老师的老师，所以你来自很好的传承。所以我们要来继续。我会复习上回道次第做了些什么，那就是若能得到菩提心，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很酷的事。如果你真的能够达到这个动机和这个愿景的话，永远不要忘掉愿景。我甚至不想称它为动机，在你的意识中能够穿梭在不同星球的愿景，这是很有趣的，而你也能做到。不要以为这里是唯一的星球，拜托。某个夜晚你可以出去外面看看星星，所以记住这一点。我们来回顾上一次的道次第。上次道次第的最后的主题专注在10好处，它叫做 Pengyunju， 也就是菩提心的10好处，是开悟的愿望。如果你可以达到，如果你能有直接的体验，那将会是什么感觉？我该如何去感觉？所以我们要来说这10个好处。我会让大家看念图和一些图片，给你关于好处的一些启发。现在我们可以展示第一个。当我们谈到实现这种愿景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在行星之间跳跃，在星球之间跳舞，这10种好处。而这是第一个好处的图片，我喜欢称它为去到太阳中央，这个叫做，这意思是你将进入更大的道路，就像是去到太阳中央一样。为什么我说太阳中央？因为这是非常强烈的善业，非常非常高的善业。想象自己在不同星球跳跃，并且帮助别人，是不可思议的好善业。只要想象它的好业力，甚至能感觉到它，对吗？去年夏天我第一次教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谈论病毒，还有如何能停止病毒。我们之前也谈论到，如果我们能把病毒送到太阳中央，那就太好了。若我们能把病毒送到太阳中间，甚至消灭它，那就太棒了。从上次之后课程结束，我们有药师佛僻静营，很多学员做了许多回向，帮助拯救动物的生命，想办法透过低碳计划来拯救环境，以及用不同方式帮助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比如说不吃肉。接着大家开始写信给我，哇，事情在发生，这个业力有用。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但是在美国我们非常，你怎么形容这个状况呢？我们不相信这些事，我们非常的多疑。美国人会说，哎，拜托不要迷信。对我们学习药师佛，对我们做拯救生命的冥想，对我们也做了停止污染和拯救森林的计划。但拜托，这些都不会真的改变到这样的事情。但突然间，我不知道你，
但我开始留意一些事情在发生：疫苗发明出来，疫苗接种结束。我不知道他们在过去曾经会花10年、20年开发疫苗，但这个疫苗在不到1年的时间开发成功了。接着他们开始供给，我实际上没有打电话给别人，也没有计划接种。刚好有朋友打来，去那里，他们要给你接种疫苗。我去了那里并接种了疫苗，维若妮卡也是。青梅尊者接种了第1和第2剂的疫苗。现在突然间，昨天我们第一次去一家餐厅，我们非常的愉快，不用戴着口罩，真是太愉快了。接着，麦当劳突然宣布，我本来在找食谱，要在家里煮些什么，因为维若妮卡是个非常好的厨子，格西麦可是还可以的厨子，但和维若妮卡不一样。我就想着我要学一些新食谱，我就在找素食。然后我发现了来自麦当劳的广告，他们推出素食肉的产品，植物性肉类。现在这是件大事，例如在亚洲、新加坡，你可以有植物制造的麦克鸡块。有一个人他很可爱，他说：我要来煮一些我买了一些还没煮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做饭。我就在看着这个厨师的影片，然后他煮了这个非肉类的鸡肉。他示范怎么料理，然后他试吃。当他吃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说着：我的天哪，这太美味了。然后我就耶。然后麦当劳宣布他们在店内提供贩售，我好开心。接着比尔盖茨，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富有的人，他完成了一本书，而在他的书里面，他建议到所有富有的国家、经合组织都应该支持素食肉，植物性肉类会保护环境。还有一个很棒的章节提到这个部分。我收到从星巴克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们说周一来吧，周一无肉日。星巴克周一不提供肉类，而你可以有很多美味的好吃的蔬菜可以选择。我就想，我的天哪，麦当劳和星巴克改为素食，这意味着我的业力有效，这意味着道次第菩提心冥想肯定是有效的。所以我不觉得是迷信，我认为它是真实的，而且我想要鼓励你去想象，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好吗？这些参与道次第的人，还有药师佛的学员，我们改变了麦当劳，让肉类行业变成素食主义。我们打造了植物肉，这非常酷。我要鼓励你要相信它，好吗？不要那么怀疑，不要那么刻薄，别说那是迷信，这不是迷信，好吗？我相信参与道次第的学员和药师佛毗陵仪的学员，我们改变了星巴克，而且我们改变了麦当劳，我们用道次第的方式改变了比尔盖茨。所以恭喜大家，当你进入到密教，当你进入金刚乘，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改变某些事情是一件坏事，认为你没有改变麦当劳是一件恶行，所以我们来庆祝好吗？我们改变麦当劳，恭喜大家。你知道麦当劳是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开始的吗？第一家麦当劳以前在图书馆的旁边，我妈妈曾经带我们去过那，也会买薯条给我们。那是大概50、60年前的事，我真不敢想象。我从没想过我会看到一个不是肉的麦当劳汉堡。好的，恭喜大家。接着谈到第2个好处，我们在这里回顾上次的道次第课程。我对第1堂课的想法是复习菩提心的10个好处。第1个好处是，你得到可以改变任何一切事物不可思议的业力。我们可以说，在藏文它叫做
In Tibetan, it's called Take Chenki Juko Semke. 它是唯一进入大乘的方。Into the Mahayana. 先忘掉大乘是古代印度的哲学，先别这么想。大乘指的是跳跃在星球间，而你就去到那里好吗？你在那里。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藏文。好。Yeah, Gyalwe Se Shijawi Mintopa. Gyalwe Se 的意思是佛的子女。Mintopa 意思是你得到那个名字，你得到这个名字，而这是个非常迷人的名字。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摇滚歌叫《菩萨》，我当时不知道菩萨是什么，但我觉得好听，我觉得这个字的声音好听，然后这首歌变得很受欢迎，然后你会听到菩萨这个名字，就好像题目你要得到大学学位了，他们要给你一个学位，就好像左边有一尊佛，然后你和我在右边，然后佛就像，好的，这是你的学位，现在你有个新名字，例如提姆博士，或是鲍，或者是帕契博士学位，但他们现在会叫你提姆菩萨，或者帕契菩萨、迦瑟菩萨，然后你得到一个新名字，一个新学位，这非常非常的美好。知道你是个菩萨是如此美好的事情，而当你听到别人说菩萨，我想菩萨通常不会告诉其他人他们是菩萨的，但当你听到其他人说菩萨，你会说啊，是，这就是我，他们在说我啊，而你感到开心，你就是感到非常开心啊，是啊，我有了那个名字，我有了那个学位，菩萨学位，这就是第二个好处，好吗？第三个好处。这在注释中非常非常有名，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描述。Nyenrang 的意思是声闻，Nyen 的意思是声闻，而 Rang 意思是独觉。但重点是，这些是非常非常深的精神修习者。他们没有那个愿景，他们没有愿景要去到不同的星球，但他们是非常美好的人，他们的冥想非常棒，他们的德行是完美的，他们的专注是完美的，一切关于他们的都是太棒了。而我喜欢这一个图像，我有一个关于海洋的想法，我看到这个图像，而它提醒了我这一个想法。这里面的鸟儿就好像是阿罗汉，他们达到涅槃。这些鸟对我来说，我喜欢把它们想成是声闻以及独觉，看着它们很美好，特别是在海边日落的时候。但是太阳，好，你可以看到太阳的反射，但你看不到太阳。但与太阳相比，鸟的美丽是美好的，但相较于太阳就不算什么了。相较于这些鸟儿们，太阳照亮整个世界，鸟儿很美丽，它们是阿罗汉，他们达到涅槃，他们是声闻，他们是独觉，他们是一群没有那菩萨愿景的人。而太阳是那个更高的愿景，而你成为如同太阳一样，当你是个菩萨，你有那更高的愿景，你就变成像太阳一样。这不代表鸟儿不美丽，它们是美丽的。事实上，太阳让它们更加美丽。但想象，如果你可以成为鸟儿和太阳，像这样的事情。好的，第四个好处叫做Chopa 的意思是去做供养。Shin 在这里的意思是花园。Chotigyowa 意思是你变成至高的，你成为人们可以种下好业力去供养的至高花园。而我想象，这样子不是很酷吗？若你真的成为一个菩萨，
然后你走进一个咖啡厅，点了一杯咖啡，好吗？就好像你只是走进我们在学院旁边有一个咖啡厅，我在想，这个女士就刚刚变成了菩萨，她有这样子的愿景，没有人知道她是菩萨，但她在她的冥想中直接达成了这个愿景，她看见真实的事，然后现在这个人在给她一杯咖啡，听着。这个人提供给他一杯咖啡，他突然间做了这个强烈的好业力，他突然间得到不可思议的好业力，因为他端给你一杯咖啡，而你是菩萨，好吗？所以任何对一个菩萨体贴的人，都收集到非凡的业力，所以成为菩萨不是很好吗？每一次当有人靠近你，对你微笑，或者以任何形式帮助你，而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业力如同多了100万倍，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件事，但你让其他人开心，就只是在他们的咖啡厅里喝咖啡，这真的太酷了。好的，第5个好处。Tsogkya 在这里的意思是，当你听到在一个佛法派对里面，意思是有许多好东西吃，有许多好东西喝，这叫做Tsog。许多很酷的供养。Gyatsopo 意思是非常大，而这个意思是你可以非常非常快速的造好业。我试着想这样子的一个照片，然后加瑟你记得吗？当我们开始钻石山大学的时候，在那僻静中心，我们在想着要建路，好让我们可以连接到僻静小屋。那我不知道有100个人在外面的沙漠，我们在那里捡石头，当时很有趣，100个人在2个小时里面走了50步。然后我们就只是在那里捡石头，把石头丢到旁边，我们就打造了一条路。我们那时候的努力真的很有趣。我的天哪！你们现在去到钻石僻静中心，你们很幸运，因为之前的人非常的努力。我还记得我们说，我们来建一条路吧。我们以前在童子军做过，我们来建一条路，我们会努力个5天，然后建一条100码的路。所以我们都在丢着石头。之后，当我们有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支持的时候，图片在这里。好，你会看到这些机械来到钻石山，这是钻石山。这些机械是我们的赞助商付的钱。好，这很困难。我拍了这张照片。这些机械的轮子比我还大，比我还高。然后你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建一条路。你可以把大石头推到一边。然后菩萨，这个菩萨的心，菩萨的意识，就如同这些大机械一样，好吗？你想要造好业吗？在钻石山捡石头是好业，但这会花你100年去建一条路。所以去找像这样笨重的机械，比我更大、更高的轮胎，只是用它几个小时就完成一条路。成为一个菩萨的业力就如同这样，非常非常有力量，并且非常有效率。好，第6个好处。这个意思是 digdip 意思是障碍，所以我们全部在人生里面所做过坏事，我们仍然记得，我们仍然在做，我们无法停止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做坏事，我们伤害了人，我们做了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然后这些是立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创造出障碍。我们一生都在做像这样的事，许多年来一个一个的收集着障碍。我们可以只是透过有这样的菩萨愿景来去除障碍，所以我称菩提心为菩萨的愿景，只是透过想象。
去到一个又一个的星球，帮助人们。只是去想着它，就能够去除你所有的这些障碍，在你的事业，在你的健康，在你的关系，在你的心态。只是偶尔去想象，这个舞动在不同的星球的目标，就足够去除所有的障碍。你可以吃药，你可以看医生，你可以去找婚姻咨询，你可以找事业咨询，讨论许多年。你不会去除你的障碍，像你可以用几个简短菩提心冥想就可以去除一样。它就是非常酷，非常有效率，也省了很多钱。好，第7个好处。意思是七三八，意思是无论你要什么，任何你可以想到的，七三八是一个好字，意思是任何你可以想到的 ，rupa， 你能够得到任何你想到的。我喜欢用这样自然的方式，在生活当中获得事物。关于钱，我并不烦恼，变得富有从来都不是我人生目标。我想，如果我尝试的话，我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我优先的事，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会想要有很多的钱，那会很有趣，我可以做这么多的好事。在越南的冰先生，他刚刚为穷人建了400个房子，我觉得这很酷。我想要有这样的钱，我想要在家里与太太有完美的关系，我想要这样，而我想要健康，我并不想生病。这些都是我想要的事，这些都是我想要的事。神奇的是呢，只要有这个菩萨愿景，只是偶尔想到，事情就会开始在你的人生里面发生。它业力强大到这些很酷的事情开始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你不用去想，就开始打造这完美的世界了。你不是像我想要变有钱，你也不需要我想要变得超级健康，但突然间所有的一切就开始在你身上发生。如果你持续回来到这个愿景上的话，帕奇有帮我找到这个图片吗？城市里的太阳。是的，我想这是一张像是深圳一样的图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美丽的组合。我喜欢中国的城市，因为他们结合了这些美丽的建筑物和自然。而当你走在城市里面，那里有个美丽的平衡。人们需要有家住，人们需要有办公室，所以那里有这些美丽的建筑物，并且对环境有着一种敏感性。而在这个特定的自然之城，有着这个很好的结合，而不用去想，不做计划。如果你只是一天几次回到这个愿景里，这个业力会如此强大到你开始拥有美丽和实际的财富在你的身边，而这些是你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以及你没有想过的美好关系和事物。好的，第八个好处。Nampa 的意思是导致你困扰的事情。Pache 的意思是中断。我的老师曾经会觉得很恼怒，如果有人在他冥想的时候去敲门或之类的事，那叫做 Pache。Pache 的意思是当你的冥想进行很好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这叫做 Pache。如果你有个愿景，一个菩萨的愿景，而这些 Pache， 你会被保护着。我喜欢这张图。Pache， 你准备好了吗？它是一个坦克。好，这看着我知道这是一个军事的东西，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东西，真的这是一个很糟的事情。但当坦克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从他们的坦克数量而去计算的，好吗？他们仍然会说这个国家有400台或者4000台，这个国家有3000台，这个国家有10万台坦克。
如果你可以想象有一场战争，然后你可以想象子弹飞过来，然后有人就这么被杀了，每隔几码、每隔几米就有某个人死去，然后有个人在坦克里面就只是在休息，也许在喝着卡布奇诺，而在那里有着子弹或炸弹，人们正在死去，而他就只是在坦克里面休息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穿过坦克。那我知道在电影里面他们喜欢展现出布莱德彼特出场，用他的双手重击坦克，然后坦克就分解了，但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如此，坦克通过的地方会杀死所有人，而在这个坦克车里面的人就只是放松，而你却碰不到他们，所以菩提心就如同坐在坦克车里面，好吗？整个世界可以变得疯狂和失常，人们可以对彼此做出最糟糕的事，而你在这个泡泡里面，一个菩提心的保护里面，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像是其他人生活中的灾难、麻烦、各种的干扰。而就算你感觉到罪恶感啊，我在菩提心的泡泡里面，但其他人没有。你看他们有这么多的困扰。昨天我的一个朋友呢，他的兄弟自杀了，而我必须去见到这件事情，我必须去见他，我必须要和他说话。而我感觉啊，就进到泡泡里面，就进到坦克里面，就只是偶尔想到菩提心，你就会有这个，你就可以被保护住。这个就是第8个好处。好的，第9个好处。Salam 的意思是菩提心的程度。Alam 的意思是路，意思是快速，你会走过全部的道路。所以在精神上的进展，以5个道路和10个菩萨程度来做判断。要进入到第1个层次很难，好吗？很难进入到第1个菩萨层次。一旦你进入到菩萨的第1层，你已经直见空性了，这是第1个。去想象那第10个会是什么。但如果你有菩提心，就好像你在爬山，你已经直接在山顶上了，马上你就已经在山顶了，不麻烦，不费力，你也不觉得疲累，就只是突然间，那菩提心就可以带你来到山顶，好吗？没有多少的麻烦，没有多少汗水，没有太多努力。如果你练习那个我们在一开始说的那个愿景，然后自动化的你就会去到10个菩提心层次的最上方。好，最后一个好处。我有个朋友在圣多纳，他的名字叫做，他们都叫他蒂奇，但他真正的名字叫达奇，好吗？Deki 的意思是超级快乐，超级快乐。我会给你看这个照片，这是一个山谷。我想象着整个山谷有一条河穿越，整个山谷都被美好的土壤覆盖着，肥沃的土壤。你把种子种在那里，它就会成长。会有像这样子的地方的，对吗？但不是亚利桑那。但有些像这样的地方，那里的土壤如此的好，几乎所有的一切在那里都会自动生长，完全不用做事，事物就会在那里成长。而通常那是河流的土壤。菩萨愿景的第10个好处，就如同你变成他人的山谷沃土，好吗？你变成像是人们可以在你身上种植庄稼，什么庄稼？他们的快乐。你就像是一个好土壤，只是透过在其他人的身边，他们的好业力就会增长，他们能和你在一起，在你身上种下他们的快乐。而你有时间，你就在他们的附近，
而你给他们这个机会。 You give them a chance. 如果有人和菩萨说早安的话，他们就可以在10年内达到涅槃，这是非常疯狂的，好吗？所以成为别人的沃土是很好的事，所以成为他人的沃土是很好的，可以让他人长出他们的庄稼，好让他们得以生活并且快乐。所以如果能在一个房间里面成为那位让他人能够快乐的很肥沃的土壤是很好的，更不用说在你发菩提心之后，带着菩提心的动机，当你变成一个佛，很明显的成为那个人很酷，你可以让数十亿人幸福。在最后，我们不是自私的，人类是不自私的，我们想要让彼此快乐。当我们让他人快乐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快乐，而我们知道，我们也感觉得到。而菩萨将会是那个让每个人都开心的那一位。所以只是想象你能够为整个数十亿的人举行一个派对，因为你有这个菩提心，好吗？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的道次第的复习，这只是对我们上次在道次第的课程的内容里面一个简短的复习。关于我们如何去到这个愿景，现在我们要开始实际的指示。实际上有7个步骤，7个我们很容易采取的步骤，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的新的道次第课程的内容。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我们都能做到的实现愿景的7步骤，好吗？